嗨，大家好，我是妮家的汉堡，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辛普森一家》第24季第11集。屋外电闪雷鸣，屋内一派祥和。仔细一看，原来是龙卷风空袭了春田镇。辛普森一家躲在屋子里，试图用游戏缓解紧张的气氛。没想到圣诞小甜甜还被困在屋外，他被龙卷风吹得扒住了窗户。辛巴冲出去英勇救狗，但大门被风关上了。辛巴因为体重躲过一劫，但是狗子却还是让龙卷风带走了。为了救回狗子，辛巴表示要去追龙卷风。正好小黑和小黄路过此处，他们也打算去追踪龙卷风，并且他们已经斥资从前任追风者遗孀手里高价购买了装备。辛巴有些不放心，他决定跟辛巴一起去救狗。看着眼前巨大的龙卷风，辛巴仿佛看见了上帝在用吸尘器的场面。然而四人都没料到，这追风的车是胶水粘出来的，大风一刮过来，车顶轮胎全被卷走了。龙卷风内可谓是五花八门，划船的哥俩们哐当一下撞在了电线杆上，成为了这场龙卷风的第一受害人。四人眨眼间就被龙卷风给卷了进去。辛巴拼命地抓住了辛妈，在危急关头和小黄一起抱住了电线杆。小黑险些跳过退休，直接登天。不过好在四人最后都躲过一劫，连圣诞小甜甜也平安无事。但谁都没想到，龙卷风虽然过去了，但它带来的银行却困住了辛巴和辛妈。在块玻璃门内，辛巴写下了自己的遗言：先救我老婆。辛妈感动地抱住了辛巴，但幸运的是，最后在玻璃师傅的努力下，两夫妻顺利地被救了出来。回家后，三个孩子黏着劫后余生的辛妈，感慨还好辛妈没出事儿。辛小妹简直不敢想象辛妈出事儿会变成什么结局。小辛也是一脸后怕。辛爸问他有没有关心过自己，毕竟从血缘关系来看，他们还是亲生父子。但小辛大逆不道，对父亲的死活无所谓，气得辛爸当场把仨小孩赶去睡觉了。辛妈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他们今天遇到的事情太危险了，假设他们真的死了，三个孩子绝对会被送到福利院。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两人决定替孩子们找到新的监护人。辛爸原本准备将孩子委托给老辛普森，但他又觉得这很不靠谱，于是便找上了帕蒂和赛马，毕竟他们领养了灵，想必在教育孩子方面一定经验丰富。谁知道两人居然学的是严苛教育，灵小年纪多才多艺，能歌善舞，还会画画，搁古代是要被容嬷嬷扎针的。辛妈看了两人后，觉得两个姐姐不但不适合领养孩子，可能还得让他俩帮灵找个新的监护人了。于是辛妈又找上了几个邻居家，无一例外全部都被拒绝了。不仅如此，关于辛爸辛妈要给孩子找监护人的消息很快就传到镇上其他人的耳朵里。辛爸觉得找不到领养人是因为他们对孩子的领养人太过挑剔，不如随便在街上找两个人得了。结果两人准备回去的路上，街边所有的路人一旦看见他们，皆退避三舍，不敢靠近。囚犯更是被吓得当场自首，而两人一旦靠近人群，周围的人就落荒而逃，就好比老鹰捉小鸡，求生欲非常的大。辛爸不信邪了，他一把抱住了路人，没想到对方直接缩进了下水道，一看就知道找路人也是痴人说梦了。既然春田镇找不到人收养他们，辛爸琢磨着春田镇外说不定有傻子呢。于是辛爸驱车带着换上礼服的孩子出发，来到海滩边，准备随机抓取一对幸运夫妻。这时路边出现了一对时髦的年轻夫妻，辛爸抓紧时间上前碰瓷儿。对方确实对孩子很感兴趣，只是辛妈听出两人口音有些奇怪，疑问来自哪里？马绍尔群岛。辛妈当场就让辛爸启动汽车逃跑。寻找监护人的任务接连受挫，辛妈忍不住想要放弃了，但是出都出来了，辛妈便带着一家人来到海岸边休憩。小辛在沙滩上追逐浪花，却突然看见了海浪中一个帅气的男人踩着冲浪板，在浪花和海豚之间翻滚，时而骑海豚，时而被海豚骑。最后他动作潇洒利落，轻轻松松地踩着冲浪板冲到了沙滩上。男人叫马福，是一个职业冲浪选手。小辛很羡慕马福，因为这还是他第一次看见8块腹肌。辛小妹这时走了上来围观，马福的妻子也出现了，她叫波西亚，年轻漂亮，身材好，而且还是一个专业的环境法律师，闲暇之余甚至会为音乐打版权战斗。辛小妹简直被这个人设爽得头皮发麻。辛爸辛妈一看机会来了，于是提议边吃边聊，看着年轻夫妻享受着年入100万住着的豪华别墅，还
还拥有一个会给零花钱的爷爷。得知爷爷甚至不会拖累儿子之后，辛巴差点都想当孙子了。一番客套闲聊之后，辛巴觉得这简直是个完美的家庭构成。再加上波西亚拿了许多大学的证书，唯独拒绝了有种族主义倾向的大学，这使得辛小妹更加欣赏他了。于是辛巴趁热打铁，决定将孩子托付给这对夫妻。当然他比较腼腆，问波西亚喜不喜欢荡秋千。一想到要和辛巴荡秋千，波西亚差点想清空记忆，试图重金求一双没听过这话的耳朵。然后辛巴坦白，他问波西亚愿不愿意做3个小孩的监护人。波西亚有些犹豫，他觉得这件事该慎重考虑，但是丈夫马福却一口答应了下来。他认为小新就是上天赐给他们的礼物。于是在3个孩子的自我介绍下，波西亚只好点头答应了。摆脱了孩子的辛爸和辛妈躺在沙滩的吊床上，看着波西亚和马福带着3个孩子玩耍。辛妈有些担心收养这事儿会不会显得有些急促，辛爸却不这么认为，毕竟对面又帅又有钱，能图他们什么呢？至于多了解人品，大不了回家后抽空百度一下两人嘛。辛妈觉得也是。很快2家人开始签订监护协议。等2人老辛普森画押盖章之后，辛爸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因为从此以后他们就不需要管孩子了。但显然马福和波西亚并不在意辛爸的态度，他们甚至想在周末带孩子去雪山滑雪。这样一来，辛爸辛妈2夫妻就有独处时间了。他们一起吃烛光晚餐，在溜冰场滑冰。时间一晃过了好几周，2人感慨没有孩子的人生多美好，却在看见波西亚和马福以及3个孩子一起拍摄的圣诞照片后，辛巴恐慌了。他认为那2人想偷走他们的孩子。辛巴一听这还得了，决定带着老婆找回孩子。2人一路下车上了雪山，路上辛巴才反应过来，难怪波西亚等人这么快就吸引了孩子的注意力，原来是早有准备。毕竟他们又不想生孩子，但是又想要孩子陪伴，小新他们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于是辛巴怒气冲冲地找到了马福，但没想到马福坦诚地说他们很喜欢小新，再加上辛爸看起来并不喜欢孩子，于是他们就选择接手了小新。辛妈不解这对夫妻是怎么做到这么快获得小新他们的喜欢的。波西亚表示简单，毕竟一个冲浪选手，一个职业律师，黄金组合家庭，谁看谁不迷糊。这时辛小妹和小新站了出来，她确实将波西亚视作偶像，但是偶像归偶像，妈妈才是最重要的。于是他们选择回到辛爸辛妈身边，马福和波西亚只能失落的离开，继续他们的双人蜜月之旅。回到家后，辛妈表示他们决定暂时不着急为孩子们找监护人了。辛爸也感慨，与其去想哪天会死，不如想想好好生活。小新吐槽他活得挺随意的，结果惨遭辛爸的无情铁手。这下一家人又回到了原来的相处之中了。担心遇到危险，便想着孩子们未来的去处，完全没考虑过孩子离开家人后的反应。要不是小新和妹妹都眷恋家庭，恐怕今天辛爸辛妈就甭想要回孩子了。毕竟辛爸还和人家签了合同呢，一边又想当父母，一边又想着不用管孩子，他会茁壮成长为一个优秀的人。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白日梦啊？所以别老想着光让别人付出，自己一件事不干啊，等到被厌恶了，又开始张口指责别人。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这可不行，会挨大嘴巴子的哦。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评论、加关注，咱们下期再见，拜拜。